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贾玲的新电影要来了，杨紫居然演了反派，配角全是熟人，冲这个阵容就想追了。一个导演，前2部作品累计票房逼近88亿。你好，李焕英54.13亿，热辣滚烫又轰下34亿左右。随便复制粘贴一个春节档哭点加逆袭爽感的公式，他就能安安稳稳的再把全家老小圈进影院。但贾玲偏偏没这么干，她注销了大碗娱乐的经纪业务，推掉春晚，从2025年5月28日起把整个团队锁在青岛，拍了一部备案名叫《光明之战》，后来定名《转念花开》的反传销犯罪题材。8月20日杀青，前后闷头憋了大概2个半月。现在如意这边已经通过陈芷溪的采访，把话放出来了，2026年暑期档见。6月8日，影片官博正式开通，宣发机器嗡一声就转起来了。说实话，这事儿本身就够拧巴的。88亿是什么概念？那是整个华语影史级别的通行证。是你想拍什么资方就敢投什么的天花板信用。他拿这张卡去刷了一个没有穿越，没有妈妈，没有瘦身奇迹，没有合家欢安全网的题材，讲的是一个叫单元的普通家庭主妇，想挣钱养家，一脚踩进传销窝点，被洗脑，被控制，被困了8年，侥幸逃出来之后，反过来被警方拽回去当线人。卧底重入虎穴，把整个网络端掉。故事原型指向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0亿的真实传销大案。剧组自己披露的一个细节是，剧本里大概80%的台词素材来自真实的审讯录音和受害者采访记录。美术按一还原窝点布置，摄影和美术班底沾着我不是药神的影子，摄影王博学。美术李淼都在这个配置里，这些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哇好有噱头，只会让人意识到，这回他不是在卖自己的故事，他是在替别人的故事冒风险。然后再看他把什么人拉来了，张小斐，金鸡影后，跟贾玲的黄金搭档标签早就焊死了，但这次不是李焕英里那个温柔到骨子里的妈妈，也不是某种 safe zone 里的温情角色，所有流露出的信息都指向张小斐饰演的是一个在矛盾与泥潭里摸爬，最终不得不醒过来的人，跟贾玲的角色之间有情感羁绊，但立场很可能缠成一团乱麻。也就是说，斐玲 CP 的情怀资产被他主动改造成了戏剧冲突的燃料，观众越熟悉他们和，就越会被列阵到。杨紫这条线才是最让外界倒吸一口气的地方。电视剧那边她早就是扛剧女王了，但电影赛道上她确实还缺一个别叫我甜妹的硬证据。热辣滚烫里先试了一把恶女味道，这次在转念花开里直接坐上主桌，饰演传销组织头目李运来，表面柔弱斯文，能说会道，一副你最亲近的知心姐姐模样，内里是整套操控系统的核心。为了这个角色，他提前啃了大量真实案例材料，有一段长达20多分钟的洗脑戏份，据说反复默到几乎一遍过，把一个反派演得让人后背发凉，但不靠妆造吓人，靠的是对人怎么被一点点拆碎的理解。这条路比继续演励志大女主要难多了，但也值钱多了。警线那侧扔进来的是张译和王骁。张译在电影圈的票房体量和奖项分量不用赘述，关键是他的气质冷静收敛，有种不张扬的正气，刚好能把警方线从工具人台词的泥潭里拎出来，让他立住。而王骁是什么类型的演员？就是那种你在第20条狂飙里注意到的，他不一定抢镜，但他站在那儿，你就信那身制服，信那条街，信那个清晨6点的审讯是真的存在。张译和王骁又是老搭档了，两人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对手戏密度，
基本等于给整部片子的现实质感上了层保险。剩下的位置也没糊弄，许君聪大碗戏的老熟人，自带一种让紧绷气氛不至于压死人的节奏感，语义正邪通吃的那类硬核选手。王玉文，95花里少见的路人看到不反感，反而有点好奇的类型。他出现在一部反传销题材里本身就很微妙，像故意留了一扇透气窗给更年轻的观众。但上面这一整面墙的阵容名单，绕回一个挺尖锐的问题：贾玲之前赢在她的是李焕英是她对妈的思念，热辣滚烫是她对自己身体的争夺。观众买单，一半因为好笑好看，一半因为他把私人伤口翻给你看，你没法不被那股诚意拽进去。转念花开不是他的事，他改编自别人的伤痕，讲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陷阱，怎么啃普通人的人生。他的卖法不能靠贾玲又瘦了，贾玲又哭了，只能靠你信不信他能把这条线拍得不猎奇、不悬浮、不变成普法宣传 PPT。 再看档期就更明白了，他没选春节，选的是暑期档。暑期什么情况？学生有空，但选择也多。文牧号沈腾欢迎来龙餐馆同样在暑期档的对面亮着灯。张艺谋监制的《劝生者》也在叙事各种类型片分蛋糕。春节档的全家包场式红利他主动放弃了，等于把88亿攒下的信用当抵押品，压在这一步能不能靠成色自己走路。而且反传销这个题本身就有个不太讨喜的特性，它没法给你一个干净的爽文弧光。真实世界里那些被卷进去的人，不是觉醒开挂打脸3步走就完事了。很多人醒过来的时候，钱没了，关系碎了，尊严也没没了。电影如果真打算尊重这个现实，他就不可能拍成一杯热可可，最多是一碗苦汤，喝下去你的先忍一会儿才暖。所以你现在去看网上对转念花开的反应，特别分裂。一部分人纯奔着贾玲加张小斐加杨紫反派加张译这面演员墙去的，觉得光看飙戏就值回票价。另一部分人半信半疑，觉得反传销题材要么拍成警示录，要么拍成奇观，卡在中段的概率不小。两边都没错。唯一确定的是，6月8日官博开通以后，距离它真正揭开盖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真正有意思的悬念不是这片能不能破30亿，或者能不能超热辣滚烫这种数字游戏等上映自然见分晓，而是一个更细的问题。当贾玲终于不靠让你哭和让你惊来抓住你，而是靠给你看一个你可能假装不存在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买票的人到底还愿不愿意跟着他走？